在上古时候，黎民百姓生活在一片茫茫草原之中，五谷和杂草共生，药物和百花并存，这让人们难以分辨哪些粮食可以食用，哪些草药可以治病。人们生病时，无法找到有效的医疗方法，饿肚子成了家常便饭，生疮害病，无医无药，痛苦难当。在这个危机时刻，神农氏决心改变这一困境。他经过3天3夜的思考，找到了解决之道。他带领一批勇敢的臣民，踏上了西北大山的奇幻之旅。神农氏一行人不畏艰险，49天的时间里，他们穿越高山和峡谷，面对狼虫虎豹的威胁，坚韧不拔。他们终于来到了神农架，一片美丽的山林，充满了奇花异草的芬芳。神农并不仅仅是一个勇敢的冒险家，他也是一位智慧的研究者。他采摘了各种花草，并详细记录了它们的性质和用途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不仅要面对野兽的袭击，还要尝试各种植物，有时甚至冒生命危险。在尝试各种花草的过程中，神农终于找到了解决黎民百姓饥饿问题的五谷，包括麦、稻、谷子和高粱。这些发现将成为后来的农业基础，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。同时，神农还发现了365种草药，这些草药被整理成《神农本草》，成为后来的医药宝典，为黎民百姓的健康提供了重要参考。在尝试各种植物时，神农曾中毒，但幸运的是，他发现了灵芝草，这种神奇的植物竟能拯救生命。从此，人们传颂着灵芝草的奇迹之力，将其用于医疗领域。尝百草的过程充满了危险，但神农始终坚持。他站在牧城，俯瞰着高山，寻找攀登山巅的办法。他用木杆搭建架子，一层一层攀升，无论风雨飘雪，都不停工。这个方法后来成为盖楼房所用的脚手架的原型。神农不仅为了自己，还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，一直坚持长草。他踏遍山岭，攀登到山顶，在这里，他发现了五谷和各种草药，为了黎民百姓的饮食和健康提供了无尽的宝藏。但当神农一行人准备离开时，他们发现山上的木架已经变成了茂密的林海。然而，一群白鹤出现在天空，将神农和臣民送上了天庭。留香寨成了神农氏的传说，神农架则被纪念为他的伟大探险之地。神农氏的故事不仅是一场奇幻之旅，也是对坚韧、智慧和无私奉献的颂扬。他的努力不仅解决了黎民百姓的饥饿问题，还为医药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启示。这个传说也告诉我们，在面对困境时，不要畏惧艰险，要坚定信念，勇敢探索未知。现代社会中，我们或许不再面临饥荒和未知的草药，但神农氏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借鉴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面对困难和挑战，但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毅力，就能克服一切难关。此外，神农氏的故事还教导我们珍惜自然的宝藏。大自然中蕴藏着无数未知的宝物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探索，就能发现其中的奇迹和智慧。保护环境，研究植物，可能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福祉。最后，神农氏的传奇之旅也是对团队合作和无私奉献的赞美。他不仅自己冒险探索，还带领着臣民一同前行，共同面对危险和挑战。这种团队精神和共同奋斗的力量，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。所以，让我们向神农氏致敬，纪念他的伟大冒险，珍惜他留下的宝贵遗产，同时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勇敢面对挑战，不畏艰险，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智慧。神农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，让我们共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